Hello，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这一集又很不一样，每一集都不一样。来啦，这集我们来讲一个指甲太短的案例。我们现在看照片，哇哦，右手边的指甲超短，甲床也超短。可是这个例子很厉害的事情是，它的矫正非常的快，是一个很厉害的特殊案例。我记得它只花了13周，总共13周哦。可是一般客户在做指甲矫正的时候，通常都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那这个例子比较不一样，为什么这个例子这么厉害呢？那是因为他保湿做得认真啦。一般在做指甲矫正计划里面呢，我们包含了做矫正型的凝胶去做一个保护跟调整，准时回来做修补。另外也要常常使用指约油跟万用膏，适量涂抹1天10次，勤做日常的保湿。这个例子能够这么快，其实就是因为它保湿做得非常好。预知详情，我们往下看了。各位既然看到这，就表示你愿意跟我一起往下看了。来，左边是第1周，右边是13周，好，它总共花了13周，就从左边变到右边，大拇指也是，好，状况非常的好啊。矫正超快的原因，这个例子最特殊的地方是，他是年轻的学生，而且他做了非常大量的有氧运动。再加上学生嘛，工作呢也比较轻松一点点，而且怎么样？他强烈的爱美，另外一些外部的条件呢，也让他比较厉害。例如说，他来自宜兰住得比较远然后而且他想当空姐，所以他勤做保养，而且呢非常认真的避免破坏才让这个指甲我进步的这么快。再进一步讨论指甲可以更好的部分。一般来说客户需要半年的时间，可是这个例子只花13周它当然有一些可能没这么厉害的地方。来看一下第1周到第13周看起来好像不错，可是我们仔细看来下一张，从侧面来看这一张13周时候的照片，其实它的甲床可以再长一点点，有些粉红色的甲床短了些嘛另外呢，它的飞甲可以再更好一些，有一些指甲稍微往上翘了一点点。再来是指出来这个地方有它的指甲尖端偶尔会有一些撞击的地方，有一些损伤或者有些小小的淤青，它的扇形可以再调整一点点，指甲也宽了一些。来看一下大拇指，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好，例如说像这边它的甲床其实可以更长，飞甲可以更少，对不对？前端还有飞起来一点点，扇形也可以更细一些，可以再努力一点点，让它更到完美的程度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矫正前的状况。这个女生她是一个爱美追求细节也追求完美的女孩子，她的压力跟烦躁都压在心里面，因为大正妹嘛当她不开心的时候，她就把她的烦躁发泄在指甲跟指尖上面，所以从小就有抠咬指甲跟指缘的一个坏习惯。长期累积下来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指缘脱皮，然后就有硬茧，所以他就忍不住去撕抠那些小肉刺。可是那些肉刺一撕完之后就变成伤口，之后就会造成皮肤的硬茧就增生，所以最后就连指甲一起抠越严重。来看一下第1周看到他的状况，看没有？他是不是有一个撕抠的伤口很明显？另外呢，他指缘红肿发炎也很明显。再来，因为指甲很短，所以甲床外露，一直抠到指甲了，所以你看它的指甲还分层了，有没有看到？有很明显。那甲面呢？大拇指的甲面也有指纹，其他指也有大拇指最明显，大拇指那边也有硬茧脱皮的现象，还蛮严重的。我们最后再看一眼它第1周的时候的状况，第1周的四指，第1周的大拇指。接下来我们进入了水晶指甲时期，因为它的指甲短，甲床外露很严重，所以我们就会做水晶指甲去遮盖它的甲床，去制造一个人造的指缝，用那个指缝去保护指肉不受到外在以及什么主人的破坏并且去协助指肉粘回指甲下方，让你变漂我们看一下荧幕的左边，它的指甲尖端就有半透明的水晶，那一小段就是我们第1次做的时候所延伸出来的那一点点去遮盖甲床的部分。那因为水晶指甲矫正比较危险，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建议9天就要回来了。可是这个死小孩给我20天才回来修补，所以它水晶的结构损伤的很严重，很多水晶的前端都已经崩裂了，大拇指的水晶也快脱落了。不过还好它的真指甲倒是顺利的成长。我们看一下它大拇指有没有翻白现象，有很严重的水晶损伤。我们再看一下第3周的照片，好，接下来要进入凝胶指甲时期
第一次做完指甲矫正之后他就发现这样不行，所以他超认真的做好保湿。因为认真做好保湿，所以他指甲恢复的速度就因此而加速成长，甲床呢变长速度加快了。第二次矫正的时候呢，指甲也变长了，我们就决定把它使用凝胶来做处理。因为凝胶指甲的材质多变化，所以呢它可以兼顾好保护指甲以及调整指甲的形状。但是指甲长一轮需要3个月的时间，通常如果说要处理飞甲跟处理扇形到一个健康的状况的话，通常都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好，我们看下第6周，进步一些。好，之后来第8周，哇！第8周，因为它顾得很好，所以它的指缘变好了，指甲也变长了算是蛮厉害的咯。第8周之后呢，哇，咻一下就要到下一个章节，那就是正确卸甲了。因为这个女生要住宜兰来台北比较远这一次最后一次好像拖了5周才回来做卸甲。因为上一次有做淡淡的肤色，所以我们卸甲之前指甲尖端可以看得到有一点点上次做的一个颜色。通常来说我们矫正建议半年以上，但是只要客户对他的指甲状况是满意的，那还是可以卸除人造指甲，只是保护指甲的时间比较短难免会有一些部分的遗憾。那刚刚遗憾最前面有讲过这边提一下咯，它有一些指尖的凹折，在上面就看得很清楚，有一点点破坏了看一下第13周卸除指甲前的照片，来看一下卸除指甲后的照片。卸除指甲后是手指头，我还是有点遗憾，刚才最前面有提过，大拇指也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指甲矫正前后对比。左边是第1周，右边是13周，看得出来它的皮肤变健康了，真指甲也变长了。另外它粉红色的甲床也有延伸，这个很不错。来看大拇指，哇，大拇指看得很明显的事情是它的指缘的指肉消肿了，消得非常多，这很棒另外因为保湿做得好，所以它硬茧也减少了，也因为长指甲的皮肤变健康，所以长出来的指甲比较健康，甲面的指纹也因此而减少了。接下来结论一下咯这个客户他只做了13周的矫正可是一般客户做指甲矫正通常都需要半年的时间所以有点小小的可惜咯不过还好他还是有不错的一个矫正成果。问题指甲矫正计划，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么厉害的矫正成果，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有矫正型凝胶指甲去保护跟调整指甲的形状，定期的回来准时修补另外呢，也会建议指缘油跟万用膏适量涂抹，1天擦10次勤做日常的指缘保湿，这样子才有可能像这个例子一样，花这么少的时间就把原本不健康的指甲变成什么健康的指甲咯。好，如果想要继续看我们更多的分享的话，当然是怎么样订阅、按赞小铃铛啦。OK， 拜拜，下次见。